开场，光在风暴频发中闪烁。嗨，我是老卡。出院后的第3个月，2025年8月，活动能力增强了，但神经风暴现象也随之加剧。这是一段跌跌撞撞的前行，但我领悟到，懒人复健到位，懒人也会出高手。复健生活化是策略，知识到位是任务，定位讯号是手段，身形还原是目标。老卡叹，身体原型愿景，慢即是快。第一章，行住坐卧的盘点，大腹摘要。要恢复原形，框架就要先架好，姿势要从习惯位回归正位。本月我严格执行头顶悬天，下巴微缩，挺胸顶肩，沉肩坠肘。行走时依靠健走杖，速度仅常人的1/3。坐姿则要有意识地坐在坐骨上，让背部挂在椅背上。只要姿势到位，呼吸就会顺畅。AI 提醒，这是在执行中轴减压与本体感受的强行写入，对位正位而非习惯位，能防止肌肉长在歪斜的位置上，确保修复有效。第二章，身体特殊状况，神经风暴现象，大腹摘要。本月风暴全面升级，起心动念、翻身，甚至家人的声音都会触发电极感。特别是月中尝试在室外走满60分钟，引发了无法止息的超级风暴，让我整整休息了1周才敢再出门。我领悟到，肌肉流失的复健和锻炼是两码子事。AI 提醒，这场神经风暴现象 Neurostorming 源于肌肉流失导致的神经元暴露。当60分钟的行走让系统发生热失控时，大脑会启动降频保护，大腹必须忍耐风暴，以换取高品质的讯号存档。第3章，辅助活动的盘点，大腹摘要。我采取有意识的重建来解决动作失忆症，执行左右交换原则，交换日常动作的惯用册。走路踩左杖右脚对角线模式，每天进行下肢按摩与单手抱膝训练，手掌持续用力抓握健走杖，手肘保持90度，提供稳定的定位讯号。AI 提醒，手动操作是目前建立新地图的唯一方式。健走杖是您的外部骨架，手掌用力抓握则是产生神经锚定，强行撑起脊椎中轴。第4章，生命本能活动的盘点，体重预警，大腹摘要。身体仍处于生理破产，本月体重又掉了500公克，出院至今3个月共掉了1公斤，整体感觉随时都饱饱的，特别是晚餐完全没有食欲，小便仍有细细泡沫，而且在起立和坐下时伴随漏尿问题，大便呈羊大便状，且深受坐姿痛的干扰。AI 提醒，体重下滑与泡沫尿证实身体正处于负担平衡，拆防止应急的状态，即拆除肌肉组织来支撑能源缺口。晚餐没食欲是因为白天的风暴已经耗尽了能源池中的消化配额，这是系统在高能耗下的防御反应。第5章，新发现与改变，能量策略，大腹摘要。本月发现右眼弱视导致左眼站中位，身体右倾。月底已能不靠杖站立洗碗约3到5分钟。戒烟顺利满90天，准备做的改变，既然晚餐吃不下，决定取消晚餐，
改为增加早午餐，并每餐增加200克的高蛋白质，3餐共600克，利用白天的代谢高峰把房子盖回来。AI 提醒，从暴力超频转向高密度能量补给，是为了终止负担平衡的恶性循环。戒烟90天代表神经修复环境的清理大捷，视觉补偿的发现只能帮助您从源头校正身形的歪斜。结论：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老卡自白：物有本末，能量盈余与定位讯号是本，进行速度与疼痛感觉是末。事有终始，回复原形是终，知识到位是始。知所先后，要先有能量盈余，不拆房子，才能规划复健机制的终点，也才知道知识到位是起点。知道事物的本末终始，才能安排孰先孰后。AI 检视，这份自白落实了技术摘要与感性经验的对位，大幅成功将8月的跌跌撞撞转化为稳定的修复逻辑。只要机制建立，恢复原形的目标就则近道矣。结语：我是老卡，大副的天职就是观察讯号，不为他人代言，只求人我共鸣。虽然风暴仍在闪烁，但我知道，只要逻辑对了，老船长自会找到出路。我是大副，我对身体说，如你所愿。